大和还会不会加入草帽一伙，盘点和之国篇的未解之谜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二本。随着海贼王1057话更新，和之国篇带着各种争议宣告完结。然而帷幕虽然落下，故事还未终结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和之国篇最后的一些剧情。1057话最劲爆的不是路飞掏出了一片巨大的草帽旗帜，而是大和轻描淡写的一句决定不上船了。从第一波情报出来确认大和不出海后，关于大和的争议就持续了一整周。无论之前喜不喜欢大和这名角色，无论之前是不是看好他成为第10人，大家对这个结果与其说是失望，更多的应该是意外，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。甚至连漫画里的警卫们和桃之助都表现得很惊讶，因为就在上一话末尾，大和还意气昂扬地说要去找路飞他们，然后像光月玉田那样的活法。万万没想到，大和复刻玉田的冒险居然是从游历和之国开始，而大和也真的只是跟路飞再次道别。虽然从三字那句亲昵的大和酱，以及大和对路飞的飞扑，再到路飞放心的将接下来的事交给大和，能明显感觉到大和与草帽一伙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互动，说明他并没有被排斥或是拒绝。路飞甚至在最后同时向桃子、警卫们和大和发出了另一种方式的海贼邀请，以后只要他们3个人愿意，路飞就会回来接他们出海。但是桃之助人设已经定下，未来要成为和之国的名将军，他不会走海贼之路。警卫们是追随桃子的家臣，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海贼，所以路飞这句邀请真正有效的就是大和一人。以上种种线索其实都隐藏了一段剧情。更早之前，大和与草帽一伙的第一次告别，但那场尾田没有画出来的，只存在于大和口中的告别里。大和应该给出了暂时不出海的理由，并且得到了草帽一伙的理解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尾田到底为什么要突然急刹车，让大和暂时不出海呢？我打算从2个不同的角度，剧情结构和人设铺垫，试着回答。首先是剧情结构，在上个月尾田休刊的时候，曾经连续放出4期《Road to Love Tale》草稿设定图，其中第3期就有许多关于大和的人物设计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翻之前的视频，当时就有提到一个被尾田放弃的剧情路线。小时候的大和因为与卡多吵架，被判流放之刑，不允许他进入花之都。大和于是借这个机会开始巡游各乡。现在看来，这个剧情并没有被完全放弃，而是被尾田挪到1057话了。本话和之国终幕落下，意味着和之国篇告一段落。之后我们应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在正片里看到和之国的情况，包括大和如何与草帽一伙道别的这段剧情。如果路飞不来一个小回忆，也许会就此成为悬案。好在海贼王中还有一个推进故事发展的手段——扉页连载。扉页连载虽然是独立的小故事，但与主线的背景是同步的，相当于一个支线。后期的扉页连载与主线关联性也越来越强。由于不用考虑主角草帽一伙的视角，所以可以更加自由。那些与剧情有关联但又没什么机会出现在正落故事中的角色，通过扉页连载就能补完剧情。比如卡里布在愚人岛篇后为什么会来到和之国，就是在扉页故事卡里布的新世界款校局里交代。又比如圣平在愚人岛篇后为什么会带着一块历史正文来到蛋糕岛，也是在扉页故事圣平的海峡孤旅中交代。并且扉页连载故事里发生的事件时间线与正作几乎是同步的。圣平的故事就是在德雷斯罗萨大战的高潮时刻发生的，后来在蛋糕岛篇他与路飞他们也是差不多时间到达万国，所以扉页连载是一种让掉线的角色改善主线的绝佳方式。和之国篇虽然结束了，但是这个篇章还留下了各种没交代的故事，尾田有可能把这些线索打包成一个扉页连载，以大和的视角来讲述，最后让他在下一个篇章里以类似救星或者支援的角色登场，就像当年把路飞和娜美从书本里救出来的圣平一样。而从进度来看，目前正在连载的《吉亚马无感情海游记》已经到了第16期，整个故事大概率会在30到40期内完结，也就是在漫画1076话左右。根据2年后扉页篇章连载的频率，间隔通常在20到30话内，所以下一个扉页连载故事很可能是从1096话左右开始。从故事进度来看，这刚好是最终章第一个章节的中间。如果大和真的以某种方式出来了，那么也能赶上下一场战斗，而他消失的这段时间也能平衡下他的登场节奏。要知道，路飞在648话时邀请圣平上船，直到976话圣平才正式归队，铺垫了10年之久。严格来说，和之国篇草帽一伙的新伙伴是海峡圣平，和他比起来，大和的资历真的太浅了。983话才初次登场，双有艾斯回忆杀、双月牛王回忆杀，各种 buff 加持，人设还是略显单薄。而最重要的出海理由，是因为崇拜玉田的活法，也难免让人觉得大和没有自己独立的想法。以上种种 bug 就需要更多的描写，能让大和这个角色独立丰富起来。我们在之前那期总结和之国篇的视频里，曾经聊到这个篇章后半部分过于仓促的问题。从909话到1057话，这个篇章的长度已经刷新了纪录，连尾田自己都诧异和之国为什么还没有结束。和之国篇众多的登场人物摊薄了每个人的戏份，自然也包括大和。相信尾田在休刊的1个月里，对最终章的故事框架进行了调整，一些不太重要的剧情进行了放弃，一些可以继续挖掘的故事放到了扉页，让故事更紧凑一些。比如和之国重生后各乡都有什么新的变化，就是个不错的素材。如果尾田真是这么考虑，那么也算是给大和继续补完人设的机会。接下来我们就从另一个角度，人设铺垫，来聊聊大和不出海对这个角色塑造有什么影响。从大和的对话来看，他是为了效仿当年玉田的轨迹，先游历各国再出海，
那么当年玉田为什么要开始游历呢？漫画942话，看家被处刑前，曾经回忆起玉田被赶出花之都后，在宝武站住的事。那时候玉田还没有正式登场，还是个黑影。看家对玉田整天无所事事，还嚷着要出海，十分不满，痛扁了他一顿，并告诉他，这种任性的话，至少等到你勉强算得上一个武士再说。言下之意就是当时玉田并不成熟，无论是出海还是反抗锁国，这种行为都是非常幼稚的。接着我们在漫画962话看到了玉田被看家痛骂过后，又听到酒里无法地带的现状，勾起了他的好奇心，所以想要游历各乡，增长见识。游历的路线从白武出发，以逆时针的方向环绕花之都一圈，先到林后，接着是西美，然后是兔丸，最后是九里。最终在与阿修罗童子一伙人的决战里，玉田看到了这个无法地带如同和之国锁国的缩影，也开始明白看家的用意，决定重建九里，也凭借这份功绩重新得到了各乡大名以及将军寿喜超的认可。所以从结果来看，玉田游历和之国的这段冒险，除了让他遇见一批家臣，更重要的是从一个无所事事的浪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主君。而如果把被河流分开的和之国各乡当成一座座岛屿，把各乡的奇遇当成冒险，把遇见的家臣当成伙伴，这其实就是一场小型的出海模拟，并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成长。玉田人设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好奇，对未知的大海、未知的冒险永远有着渴望和好奇心。他将这份好奇心以及大海上的奇闻异录记录在航海日记中，传递给了大河。这是当年8岁的大河对大海产生渴望的最初的原因。就像当年三只从书里看到了欧卜路的记载，现在大河20年来没有离开过鬼之岛，整个和之国本土对他来说都是新奇的世界。通过游历新生的和之国，把之前百兽海贼团留下的问题解决，增长了见识之后，也许大河会对出海有更清晰的认识。为什么玉田想要出海，大家不会有什么感觉，但是大河想要出海，大家就觉得别扭，因为大河在模仿，看起来像是在追星。虽然这也是一种自由，但我们更希望看到大河有更属于自己的理由。游历也许就是能够让大河成熟起来，真正做好出海准备所必须经历的考验。那么以上这些就是我对大河暂时不上船的安排的理解。尾田在这个角色身上花费的精力，相信完整看完鬼岛决战篇的小伙伴都有感受。我们也在之前很多个分析里提到大河上船的种种证据。远的不说，在大战结束后的几处镜头，大河依然给出了强烈的上船信号，打的都是直球。虽然关于第10人的人选有很多，但是必须要说，其他角色要入团都有很明显的硬伤。例如薇薇在科布拉死后，更需要他来领导阿拉巴斯坦。加洛特已经成为毛皮族国王，必须带领毛皮族。而大河上船的理由都在漫画里，不上船的理由反而大部分是在漫画外。这次的暂时不出海，就把它当成好事多磨吧。和之国既然已经确定插有冥王，也就意味着未来一定还有戏份。无论那个时候大河是否已经出海，他的故事都还没有结束，大家继续保持期待吧。和之国篇完结了，但是和之国的故事还没有完结。这个篇章在收尾阶段还有许多没有交代的线索，有些很可能会和后面的剧情产生关系，我们不妨来简单盘点一下。首先是马尔科的去向，自从1052话安葬完乙藏以后，他就消失了。后来的花之都宴会、绿牛的骚乱，以及最后草帽一伙出航，马尔科都没有露脸。整场大战中，马尔科和路飞似乎都没有互动过。作为白胡子海贼团残党的代表，马尔科接下来的行动也有了2种走向。第一种是回到白胡子故乡继续隐居，最初马尔科是搭侠客团的船来到和之国，如果要离开，大概率也是搭乘这艘船和毛皮族其他人一起走。第二种是马尔科暂时留在和之国照顾伤员，并与大河产生互动，甚至在他离开时帮大河出海，这样马尔科也有机会继续参与到最终章的剧情中。然后是德雷克和霍金斯同为罪恶烈士代，应该不会就此退场。鬼岛决战结束的当夜，2个人算是和解了。同为北海出身，之前又一起战斗过，德雷克对霍金斯并没有敌意，还曾经想要策反他。现在这种情况，霍金斯已经脱离了百兽海贼团，那么德雷克也不会见死不救，大概率将重伤的霍金斯带走了。后来因为绿牛出现，委托一艘海军军舰来到和之国收拾残局，德雷克凭借 SWORD 的队长身份，应该能够得到支援。不过如果这艘军舰真的把镜、奎因和百兽海贼团残党打包带走，那么他也很有可能成为凯老师的目标。在之前的分析里，我们认为凯多和大妈并没有死，而是随着爆发的岩浆被喷到了海外，然后被比格曼海贼团救走。凯多在这场决战中输掉了整个基地，但只要那些干部还在，依然能够在最终章里卷土重来。因为百兽海贼团在海外还有不少地盘，所以凯多苏醒后的第一件事一定会去夺回这些部下。而绿牛和青之一样，喜欢单独行动，很可能没有跟随押运。那么这艘海军押送船大概率难逃一劫。百兽海贼团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接着来看卡里布。卡里布阴差阳错被带到了和之国，他没有自己的船只，如果想要离开，就要乘上某艘船。现在他已经得知了海王和冥王的秘密，急切的想要告诉那个人，所以一定不会在和之国久留。而3个海贼团在准备离开和之国时，从港口搬运了大量物资，里面有不少密封的箱子和木桶，正好非常适合卡里布躲藏。卡里布和木桶可以说是有着很深的缘分，当初在三尼号上就被弗兰奇关在了木桶里，后来被圣平抓住时也是关在木桶里。尾田很可能故技重施，让他再一次登上三尼号。而现在留在和之国的强者也已经不少，最后的合影就是桃之助目前的班底。比较有趣的是，小忍已经变回了美女，但是雷藏依然是原来的样子，只有雷藏受伤的世界达成了。
单从战力水平来看，这个团队已经不输许多海贼团，应付一般的入侵者绰绰有余。而当碰上强敌时，路飞给的护身符就起作用了。那面巨大的草帽海贼团旗帜，草帽一伙出航至今，明确被路飞纳入地盘的也就只有愚人岛跟和之国。恰好这两个岛屿，一个藏有海王，另一个藏有冥王。不愧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，每次都能抓住重点。至于这面旗帜挂在哪里，花之都将军府背后的那棵树就是非常不错的位置，整个都城都能一眼见到，就有点像德雷斯罗萨市中心的英雄雕像一样。除了以上这些人物的归宿以外，整个和之国篇还留下了不少没有解释的设定，比如索隆为什么和刀神龙马相似，他见到的死神是什么，他说自己从地狱赶回来是开玩笑的，还是真的有这么一个精神世界？炎魔为什么听到琴音会有反应？又比如神之国和露娜里亚族的秘密，他们和神之谷事件又有什么联系？再比如为什么桃之助可以和向主隔空对话，还能感受到路飞的状态？冥王最后要怎么取出来等等，这一切看来都得留到最终章再来填坑了。1050企划作为和之国篇的最后一话，原本是一段普通的道别剧情，却依然引来了不少争议。评论区里的槽点大概有这些：路飞明明是恩人，警卫们怎么可以拔剑相向？路飞没有道别，桃之助又凭什么这么生气？在见到路飞后，桃之助哭成了泪人，身为将军怎么还是这么懦弱？等等等等，甚至连大篇章末尾固定有的旁白解说也遭到了严厉的吐槽，因为他用了日本诗歌的形式讲述了武士的故事。在之前的好几期视频里，我们都谈过武士文化这个问题。一些人把它当成了和之国篇的核心精神，是整个篇章都在大力宣传的，而实际上剧情表现出来的正好相反。梦华1036话，冤得一心求死的警卫们和小菊，乌索普破口大骂，直言自己讨厌武士文化，毫无意义的牺牲就是在浪费生命。乌索普是主角团，他的态度是不是更能代表作者的态度呢？到了漫画1042话，凯多又对和之国这些爱找借口的家伙嗤之以鼻，认为他们不过是在逞强，典型的外强中干，只是带着所谓的光荣死去罢了。到了1043话，大和批评桃之助单投降绝无生机，而战斗还有一丝希望的时候，就绝对不能放弃。可多和大和这次攻击的是武士所谓的光鲜外表，亦或者说是他们放不下的身份，他们总是为了徒有其表的东西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海贼王这部作品内在的核心之一是自由，大海、冒险、海贼都是表达自由精神的载体，而武士这种封建产物恰恰站在了自由的对立面，所以武士精神注定与海贼精神冲突，武士们也注定和海贼世界格格不入。这种异样感从警卫们遇见草帽一伙开始就贯穿始终，明明自己身陷绝境无法自救，却因为对方是海贼不愿意求助，将迂腐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些武士就像是海贼世界的异类，他们固然本性不坏，也有着自己的坚持，却无法在这片大海立足。沿着这个人设，他们做出了很多迂腐的行为，所以在海贼王的世界里，这些武士最是让人喜欢不起来。同样是武士，以战因为大部分时间待在马路子海贼团，他的风格和思想就与其他武士完全不同，是非常典型的海贼精神。他同样反对无谓的牺牲，可是当牺牲有巨大意义时，他同样会义无反顾。这种同时兼具海贼和武士的精神，我想才是尾田想要表达的。在能够活下去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放弃；而当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也绝对不要畏惧。无论生死，都不应该留下遗憾，只能对生命充满敬畏。909话，和之国开篇，标题是切腹。背叛切腹自尽的索隆，选择带着名誉去死了吗？显然没有，而是一个飞翔斩击，斩杀了真正的凶手，也斩断了这所谓的光荣。这就是尾田安排的武士改造计划，让路飞和主角团的出现，带着海贼精神去打破武士腐朽的枷锁，从而去改变和之国。用这种冲突和矛盾推进了剧情，刻画每个人的成长。在新世界的几个篇章里，我们都能看到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深意，例如鱼人族与人类长达100年的种族歧视，德雷斯罗萨虚假繁荣背后的操控和泪水。这个套路放到和之国，就是对迂腐的武士文化以及闭锁思想的批判。而在和之国篇的角色成长刻画上，尾田又着重挑选了桃之助这个角色。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角色，理由有很多：好色、懦弱、爱哭，没有什么贡献，爱摆架子，几乎是同时聚齐了一个熊孩子和武士的所有缺点。他就像武士迂腐的身影，但又因为是个孩子，拥有更强的可塑性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因为路飞而改变。1050企划里的这些回忆片段，全都是桃之助每个关键成长瞬间。从一开始懦弱害怕，到后来尽管还是害怕，但是能够勇敢地去做一些事。他依然受到武士这个身份的限制，但是在路飞这个大恩人面前，又不会再去克制自己的情感表达，该哭该谢，都像一个普通人。可以说，无论是桃子还是武士，他们都不是和之国篇的主角，也不是和之国这场决战的主力。即便路飞在庞克哈萨德没有遇见警卫们和桃之助，路飞也一样会去打倒凯多，因为在特拉法尔加罗的计划里，路飞与凯多的这场决战就已经无法避免。路飞在到达和之国后，与小玉的这些互动与武士无关，更像是一种朋友之间的约定。所以在最后的旁白里，也明确这场大戏的主角是海贼们，他们击败了最强大的龙王凯多和妖怪大花魁。如果寄希望8岁的桃之助经过了短短几个月外加果实能力的催熟，就能击败强大的凯多，反而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。所谓成长，应该是竭尽全力突破了自己的极限，超越了以往的自己。脱水鬼岛就是一个例子。聊了这么多，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抱着平常心去看待漫画作品，回归理性。讨论、辩论，甚至吐槽，都是一种自由。我一直认为每个人看待故事的角度不同，
自然也会得出不一样的感受。这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。我想喜欢海贼王的人应该也会喜欢自由精神，所以喜欢也好，批评也罢，都是一种自由。求同存异要比非黑即白更显得可爱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57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，一起期待下最终章的到来吧。我是朱二本，下期见啦。